女孩每洗一次澡，皮肤就会发生一次变化。原来她穿越重生，竟还有一个泉水，只需意念一动就能随意出入。她一脚踢飞自己的伯母，还要跟自己的奶奶断亲。要知道，她一直是一个性格软弱的农家小女，原来是恶毒奶奶为了2两银子，要把才14岁的她卖给镇上富户操作小妾。婚期在即，原主没有办法，为了躲避婚事，竟不惜跳河，被人救上岸来，以香消玉殒。李雨桐便是在那一刻穿过来的。大伯娘，我求求你了，给姐姐请个大夫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赔钱货一个，丢尽了我们老李家的脸。好好的婚事，他跑去跳河，真是丧门星，死了清净。就是曹家那可是镇上数1数2的富豪户呀，这样好的婚事还不领情，果然是丧门星。哎呀，大嫂，雨桐都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李雨桐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皮，便见原主的大伯母小张氏正指着原主的母亲白氏斥骂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他就是丧门星，我告诉你，老三家的，等他好了，还是要一样嫁到曹家。曹家说了，新的婚期就定在下个月初8。哎呀，大嫂，那曹家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整个长平镇都知道。你们这不是把雨桐往火坑里推吗？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银子拿回去，取消婚事吧。是啊，那曹家儿子可嫁不得呀。李峰刚死，这当奶奶的就把孙女往火坑里推，造孽妖。李峰走了，这孤儿寡母的日子难过哟。真是你说的那想，这门亲事我不会嫁。大伯母，既然你说这门亲事好，不如让雨芳嫁过去吧。李雨桐边说边慢慢走到白氏身边。既然原主回不来了，那他就要用原主的身份继续活下去。有些事逃避是没有用的，必须去解决。他的婚事绝对不许别人插手。你个小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是你的婚事，说什么雨芳？说着，小张氏抄起墙边放着的柴火棍，就要向李雨桐抽去。而李雨桐趁小张氏还没有抽回身，抬起剑将他踢飞出去。还以为他像原主那样好欺负呢，前世他可是警校出身。子阳，你去把族长爷爷和村长请来。李子阳听后便一溜烟跑出去了。娘，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，奶奶是不会还钱退亲的，我们分家出去吧，不然她还是会逼迫我嫁人的。也好，娘可以做绣活，赚些银钱，以前这钱都是被你奶要去的。若真能分家出去，我们就可以自己买些粗粮，再挖些野菜添着，应该够我们娘几个保护。娘，你放心，女儿也会想法子赚银子的。有现代世界的记忆，她相信她一定能够赚到钱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氏啊，这李峰刚死，孙女也被你逼得跳河，好不容易捡回条命，难道还要把他们娘俩都打死吗？又不是我打的，再说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也不用你管吧。他还是有些怕村长的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村长的权力还是挺大的。村长伯伯，我们要分家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在这个家再待下去是没有活路的。不行，不能分家，这丫头的婚事还没完成呢，曹家下个月还要来迎亲呢。村长不悦地瞪了他一眼，看向李雨桐。可你们这孤儿寡母的，分家出去要怎么生活呀？村长伯伯，雨桐已经长大了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娘和弟弟妹妹的。丫头，你是好样的，今天我和村长就给你们主持分家。族长啊，你们可不能这样啊，我还没同意分家呢，你们总不能逼着我们分家吧？怎么？难道你要把他们孤儿寡母都逼死才罢休吗？这时，原本在地里干活的李石和李林，听村里人说了家里的争吵，也赶回来了。儿啊，不能分家呀，分家了，那曹家的婚事怎么办呢？他想分家就分吧，反正现在啊，三弟也不在了，我们何必还花粮食养着他们母子几个呀？至于曹家，让他自己去找他们就是了。见张氏也不再闹了，村长便开始主持分家。李家现在有15亩良田，6亩中等田，这样留3亩良田作为张氏的养老田，剩下的分3份，其中1份分给李峰家，也就是4亩良田，2亩中等田。不行，那地都是我们的。他们可是你儿子的妻子儿女啊，既然分家，田地粮食自然都是要分的，不然你是想让他们孤儿寡母都饿死吗？既然不想分给我们田产，那我们便断亲吧。断亲就断亲，反正你们休想分走一点东西。奶奶的回答正合李雨桐心意，于是他走上前说道：既然断亲，那你就没有权利再决定我的婚事，把曹家给的10两银子聘礼还回去，取消婚事。这张氏心里犯起了难，他既不想分田产，又不想把聘礼还回去。想还聘礼，臭丫头，田地你想都别想。村长见没有人有异议，便去写了断亲书。拿到断亲书，白氏带着孩子们收拾下衣服，便离开。接上集，李雨桐带着寡母弟妹断亲离开李家。村长见他可怜，便把空置多年的老宅借给他们先住着。这个老宅虽然空置多年，但是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，就是房顶有个地方破了，我待会让金亮和金明来给你们修整一下，很快就能弄好。谢谢村长伯伯，您的恩情，雨桐以后一定会报答的。不用报答什么，你们好好的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，只是你们这出来什么都没有，该怎么生活呀？等收拾好这里，我就去山上看看，挖些野菜什么的先吃着。
光吃野菜怎么能行呢？等我回去，让你们伯母给你们送些粮食过来，你们先吃着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收拾吧。村长走后，他们就开始收拾屋子。刚收拾好，便听到屋外有声音传来：“雨桐、雨欣，你们在吗？”他们赶紧跑到门口，便看到一个妇人，一手抱着一床被子，一手拎着一口小锅，锅里还有几副碗筷。田妹妹，你来了，怎么还拿着这么多东西？白姐姐，我刚听说你们的事了，别难过，以后你就带着孩子们好好过日子。你们刚搬过来，肯定什么都没有，这些东西你们先凑合着用。田氏边说边从小锅里拿出几个粗面馒头。你们都饿了吧？快，先吃个馒头。田氏一家4口是几年前逃难过来的，他们是外来的，因此村子里的人也不怎么搭理他们，只有白氏与他交好，还帮了他们家很多。他们也真的是饿了，一人拿一个馒头吃起来。田婶，谢谢您。不用谢，以后饿了就来婶子家，婶子给你们做饭吃哈。突然，他的脑海中传来一道声音：空间开启。李雨桐只感觉自己的头一阵天旋地转，脑海中仿佛多了一些东西，但也只是几秒钟便又恢复。李雨桐压住内心的激动，转头对正在跟田氏聊天的白氏说：娘，你一会儿先吃个馒头休息一下，我去山上看看，挖些野菜回来。雨桐，不要走远了，到山脚下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进深山啊。知道了，娘，放心吧。李雨桐凭借原主的记忆来到山脚下，走到一棵隐蔽的大树后面，四下里看了看，确定周围没有人，闭上眼睛，屏气凝神。当他在睁开眼时，发现周围的景象竟变了，不再是山林，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仿若世外桃源般。有一片田地，田地里面是空的，旁边还有一池泉水，清澈透明。于是他蹲下身子，用手捧起一捧，送进了嘴里。喝完后，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，好像充满了力量，身体也不再那么虚弱了。原来是灵泉，怪不得喝完感觉身体变化这么大，这可真是个宝贝呢。在这个时代，医疗条件实在是太落后了，一个小病很可能就会要人命。有了这个，总算不用担心了。他躺在草地上，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过了2-3个小时，回去晚了，白氏一定会担心坏了。他闭上眼睛，试着想着出去，等再睁开眼，还真的又回到了山里。他看看天色，变化不大，可他明明在里面待了得有2-3个小时呢，看来里面的时间是要比外面世界快很多倍的。母鸡，太好了，终于要有收获了，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李雨桐慢慢向他靠近，就在离母鸡还有2米远，捡起地上煤石子，立即瞄准扔出去。石头不偏不倚砸在了母鸡的头上，这警校里的射击还真不是败练的。他跑过去将鸡捡起，转身刚要离开，看见一大片香菇，真的是香菇，这么大一片，发财了。半个多时辰过去了，他才只采了一半，留了大半背篓香菇背在身上，其他都倒在了空间里。有这个空间真是太方便了，要不然这么多香菇还真不好带回去。拎着鸡原路返回，走到之前那棵树旁，李雨桐在一堆干草里发现了一窝鸡蛋，哈哈，真是运气爆棚。他将鸡蛋放进背篓里，便快步下山回家。看到他，白氏赶紧迎上来：雨桐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可是遇到什么危险？娘，我没事，我是在山里遇到好东西了，所以才回来晚了。什么好东西？雨桐，你捉到鸡了，还这么肥。我还找到了一大片香菇，先采了这些，看天色不早了，我就赶紧先回来了。明天拿到镇上去卖。哎呀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，雨桐啊，你真的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所以阿娘你就不用担心银钱的问题了，女儿说过一定会赚到钱的。咱们好久都没有好好吃顿饱饭了，今晚就吃香菇炖鸡，好好补补身体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天刚蒙蒙亮，李雨桐便醒了。穿到这个世界几天了，好多天不能洗澡，也是让他有些瘦了。只是这家里什么都没有，该怎么洗呢？他突然想起那池灵泉，可转念一想，那还要用来喝的，如果在里面洗澡，以后还怎么喝呀？要是能再多一个小池子就好了，那样就可以专门用来洗澡。李雨桐这样想着，便觉脑海里有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变化。看2个小家伙都还睡得香甜，便屏气凝神，进入空间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他惊呆了。原来的那一池灵泉旁边，竟多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池子。原来我可以用意念控制这个空间，哈哈！李雨桐迫不及待地脱衣进入那个小池子，终于能好好洗个澡了。而且他还发现，在池水中洗过之后，他的皮肤竟比原来白皙了些，头发也变得顺滑了。他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商机，不过现在还急不来。等他洗完澡，这才注意到池边草地上昨天采的香菇，一个个新鲜饱满，在空间里放1夜，竟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还跟昨天刚放进来的时候呢。看来这个空间里还可以保鲜呢。李雨桐收拾好出来空间，今天还要去镇上把香菇卖掉。娘，我去镇上把香菇卖掉，再买点粮食回来，注意安全啊！雨桐，村里一般每天早上都有牛车去镇上，可一个人要2文钱，他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只能走路去了。李雨桐把背篓和香菇都收进空间里，轻装上阵，快步向镇上走去。到了镇上，李雨桐找了个偏僻的小巷子，四周看了看，确认没有人。他用意念把背篓从空间取出，又将背篓里装满香菇，然后背上背篓朝路边那个最大的菜店走去。这些人宁愿饿死也不吃的鱼，竟被他做成了美食，只因他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调料。接上集，
李雨桐把野生香菇背到了白菜园。掌柜的，小姑娘是要买菜吗？你自己挑选下吧，看看想买些什么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来买菜的，我采了一些香菇，不知道掌柜的这里收不收？听到是香菇，掌柜眼睛一亮，那可是一点都不困了。这个时代还没有人工培育的香菇，而野生的也并不常见，因此香菇一直都是比较紧俏的菜品。收，可否让我先看一下品相如何，再行定价？当然可以。不错，这些香菇我这里都收了，给你15文1斤，你看如何？可以，可以。那好，姑娘稍等，我这就过一下称。说着便拿出称在一边称重，这里是32斤8两，给姑娘算33斤吧，15文1斤，一共是495文，你看可对？掌柜的算的自然是对的。姑娘收好，以后若还有菜都可以送过来。我姓刘，以后来了直接喊我刘叔就行。刘叔，我采的香菇不止这些，剩下还有不少，只是我不确定能不能一下都卖出去，所以才只背了这些过来，不知道刘叔这里可还有？你采了多少我都收下了，只要品质相同，还是按这个价格收。好的，刘叔，我先回去取剩下的香菇，稍后再过来。李雨桐走出白菜园，他找到了几棵粗壮的大树，用意念将空间里的香菇拿了出来。他走到停放牛车的地方。大叔，你能帮我运一些东西到镇里面的白菜园吗？我付你银钱。可以，你的东西在哪里啊？就在那边那几棵大树后面。到了白菜园门口，刘毅正向门外四处张望，见李雨桐回来了，立即迎上去，帮着把背篓都搬进店里。这里一共是146斤，每斤15文，总共2190文。来，这是银钱，你收好。谢谢刘叔，等我下次采了还给你送来。好，丫头，如果以后菜比较多，你也可以告诉叔你家的地址，叔也可以直接去你家里收的，你就不用自己来回这么折腾了。他总感觉这小姑娘以后还会有很多菜卖，他可得好好维护好自己的货源，不能让其他店截胡了。李雨桐把住址告诉掌柜后，走出百草园，就不停地来回穿梭在各个商铺，不一会就买好一堆东西，有粮食、种子、一个大炒锅、一把菜刀、一把小锄头，还买了1斤盐和1斤糖、3斤猪肉，一共花了580文。远远的看到村里的牛车还没走，不过他看到牛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在等着了，他把背篓里的东西都收进空间，只留下那些没有肉的大棒骨，付了铜板便上牛车坐下了。哟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原来是些狗都不吃的骨头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非要断亲，不孝的死丫头！王婆子，闭上你的臭嘴，还狗都不吃！我前天还看到你家大成也买了骨头呢，是被哪个狗都不如的东西给吃了？孙婶，谢谢您，我有没有报应我不知道，但你的报应或许快到了。回到家，李雨桐从身上掏出今天剩的1-2岁银和几十个铜板递给白氏。娘的雨桐长大了，咱们家现在都是雨桐的功劳，以后这银子就收在你那里就好，你想做什么都行，娘都支持你，一定保重好自己。说完，白氏便拿着东西去做饭了。李雨桐看着刚刚买的那些种子，进入空间取了小撮辣椒种子，均匀撒在那块肥沃的田地里，然后用意念控制浇上一些灵泉。做完这些才从空间出来。白氏也做好了一桌子菜，2个小家伙也回来了，一人抱着一捆柴。李雨桐看见那柴并不是普通的树枝，上面还结着很多小果实。李雨桐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，放进嘴里，咬开，股熟悉的味道和麻麻的感觉。子阳、雨欣，这捆柴你们是在哪里捡的？还记得那个地方吗？记得呀，就在山上捡的。姐姐，这个东西能吃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对，这个东西是花椒，是能吃的，不过不是直接吃的，它是一种调料。咱们先吃饭，等吃完饭，你们俩带姐姐去那个地方好不好？我们去看看那附近还有没有这个花椒。好啊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有好多呢，只是那树上有刺，我不敢掰，所以就只是捡了掉落在地上的这些枝条。吃完饭，李雨桐迫不及待地跟着2个小家伙进山。花椒树都长在山石边上，大的有10几棵的样子，树上已经密密麻麻地结满了花椒，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麻香味，树下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小花椒树苗，有些果实已经成熟很久了，挂在树上都晒干了，但大部分才刚成熟不久，颜色还很是鲜亮，需要采摘回去晾晒几天。有了这个，再加上空间里种的辣椒，它可以做好多东西呢。半个时辰过去，3人才把所有的花椒摘完。子阳、雨欣，你们想不想吃鱼啊？咱们捉鱼回去做鱼吃吧。他突然好想吃鱼，前世的时候他是最爱吃鱼的，只是在这里调料不足，鱼做不好就会很腥，而且还有刺，因此一般没有多少人吃。姐，为什么要吃鱼啊？家里没有吃的了吗？姐姐，鱼又腥又有刺，以前我们饿的时候，爹也给我们捉鱼回来过，但是那味道确实不好吃呢。我要做的鱼可是跟你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哦，你们确定不尝一下吗？李雨桐不等他们想好，就拉着2人跑到河边，不一会就抓了4条鱼。走，我们回家做鱼吃。白氏看着李雨桐熟练收拾鱼的动作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李雨桐看到白氏看他的眼神有些心虚，完全忘记了原主是从来没做过鱼的。
娘，其实我从河中被救起后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一个白发老者，他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。后来他离开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出现。他还送给我一个地方，我可以随时存取东西到里面，而且没有人会发现那个地方。娘，你不会觉得我是怪物吧？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解释了。这样一来，以后他不管再有什么异样的举动，就都可以推到那个白发老者身上。那你说的那个白发老者应该是仙家吧？他带你去的地方应该就是仙境了。雨桐，你以后存放东西一定要小心，绝对不能被他人看到，不然对你来说恐有灾祸。还有你们俩，今天你们姐姐所说的事情，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透露，谁都不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一条炖鱼，一盘卤味，竟被他卖出400两银子，只因他有一种特殊的调料。大婶，要3斤五花肉，3斤后腿肉，这是猪下水吗？这个怎么卖？这猪下水你要想要3文钱，都拿走吧。好，大婶，那这下水我要了。这里的人基本没有吃下水的，因为不管怎么洗，都是臭烘烘的。雨桐，你买下水做什么？这虽然便宜，但是洗不干净的，没法吃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会洗，做出来绝对好吃。等买完猪肉，李雨桐又去买了几味中药，离开粮店，一家人便坐牛车回去了。回到家，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，拿草木灰使劲搓揉猪下水，再拿清水冲干净，反复几次，然后锅里倒水，把下水和切好的猪肉都放进去，再放入泡好的香料，加些盐、姜，然后就开始炖煮。1个时辰过后，一锅现代卤味就做好了，一家人又在欢笑声中吃完一顿美餐。第二天，他来到山里，想着把小花椒树苗移栽种到空间里，突然看到一个浑身长满刺的东西，这不是板栗吗？往前走了一段，发现了一大片板栗树，树下已经落了很多的板栗刺球了。他快速地将地上的刺球捡完。娘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雨桐，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吃的。娘，这个做熟了可好吃了，你们准保喜欢。吃的？这都是刺呢，都扎手，这怎么吃？李雨桐小心地拿起一个刺球，沿着裂缝扒开，露出里面褐色的板栗，剥出里面的板栗仁，放进白氏口中。是脆甜的，味道不错。李雨桐将板栗煮熟后，用现代的烹饪方法又加入白糖，做了一锅糖炒板栗。第二天，一家人带着板栗来到镇上，找了个没人的摊位，清了清嗓子，便开始叫卖。糖炒板栗，新鲜出炉的糖炒板栗，免费品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他的吆喝声吸引来一个大婶。你这糖炒什么？能免费试吃吗？对，可以免费试吃。好吃。这什么糖炒板栗怎么卖的啊？5文钱一份，一份20个左右。您看你要几份啊？我要2份。有了第一个带头，后面又过来好多人品尝。哟，真的好吃，这味道确实不错呀。给我来2份。这个还从来没吃过呢，我要4份。我也要2份。给我来1份。一桶糖炒板栗竟然不到2刻钟就全部卖光了。老板，怎么没了呀？我还想再买1份呢。老板明天还来卖吗？大家放心，我们明天还来卖，想买的可以早点来啊。他们卖完正在收拾东西，就看到一中年男子跑来。这位大叔，您是要来买糖炒板栗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已经卖完了。丫头，我这跑了一趟不容易，你们家里应该还有吧？我能不能跟你去家里尝一下呀？我是这镇上福源酒楼的掌柜，想着我尝完就走。李雨桐听完他的话，眼睛一亮，酒楼掌柜，这还真是巧了呢，正愁不知道怎么推出我的卤肉生意呢，这不是送上门来了。这好吧，只是我们都是村里的，家有点远。这简单，我让伙计赶马车送咱们回去。坐马车就是快，才1刻钟就到李家村了。村口大树下正坐了好多人。哟，这是去谁家的马车啊？看着还挺气派的。你们看，是李家段亲的一家子。他们一家不是断亲了，还借村长家老宅住吗？这怎么现在还坐上马车了？李家小子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坐着马车回来了？马车很快驶过村口，回到家。郑掌柜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做糖炒板栗，再简单做几个菜。炖好鱼，炒好板栗，又把昨日做的卤味拿出一些切片装盘，一起端过去给郑掌柜品尝。这就是糖炒板栗，那这另外的2样是什么？这是卤味，这是炖的鱼汤。这是鱼，我怎么一点腥味都没闻到呢？郑红夹了块鱼片放嘴里，又喝了口汤，他实在不敢相信这居然是鱼做出来的。这道菜如果能在酒楼里推出，还是独一份。不知姑娘这做鱼的法子能不能卖给我呀？郑掌柜，先尝尝这卤味。敢问姑娘，这个口感有些脆又像肉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卤猪肚，也就是猪下水里面的一个部分。下水？我怎么一点臭味都没闻到呢？莫非姑娘不仅有方法能让鱼无腥味，还能让猪下水没有臭味？是的，我确实是有自己的方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开门见山吧。不知姑娘这炖鱼和处理猪下水的方法，和这卤味方子，打算卖什么价格呢？郑掌柜，这炖鱼和处理猪下水的方法我可以卖给你，但这卤味方子不卖。卤味方子为何不卖？这卤味方子里面有一种调料，这种调料现在只有我这里有，是我偶然间所得，之后又经过精心培育才有收获。这方子确实值得高价，你姑娘你开个价吧。
郑某却是诚心买下。郑红以为李雨桐说不卖是为了能叫个高价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方子我不卖。郑掌柜若是诚心想在你的酒楼里卖卤味，那我们倒是可以合作。合作？不知姑娘是想怎么合作？我出调配好的卤料，你们酒楼卖卤味，所得利润我要拿2成。我只是酒楼的掌柜，这分成的事我还真做不了主，得东家点头才行。好，那郑掌柜就先问一下你们东家的意思吧。我今天便修书一封给我们东家。姑娘，那至于和猪下水的方法，您打算卖什么价格呢？那郑掌柜准备出多少银子呢？郑红想了想，看着李雨桐，慢慢举起手，伸出了4根手指。400两。哎呀，郑掌柜，这也正是我心里想的价格呢。这丫头太黑了吧！我明明是想出40两，怎么一下变成了400两？他都说了，这也是他想到的价格。若再说40两，人家肯定不卖。罢了，好在等方法学会，这些银子还是能很快赚回来的。好，400两就400两了。那姑娘何时交给我店里的大厨啊？要不我明日一早派人来学。家有寡母，不方便常有人上门，还是我明日去酒楼教吧。你放心，很好学的，你那些大厨肯定跟着看一遍就会了。好，我明日在酒楼准备好银票，等着李姑娘。告辞。送郑掌柜离开后，李雨桐回到屋里，瘫坐在凳子上。他也是第一次跟人家谈生意，其实心里可紧张了，也就是仗着他会的这些东西在这里是独一份儿，他才能有底气。一张纸被他卖出400两银子，还成了酒楼东家。要知道3天前她还是一个2两银子就能买走的农家小女娘，原来原主跳河嘎了，她是现代世界穿越过来的，还自带灵泉空间。而这张纸上写的也是现代文明的一种美食。接上集，郑掌柜花400两买下了他的卤肉方子。娘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盯着我？姐，你明天真的能赚到400两吗？是真的，我明天去福源酒楼，把做鱼和处理猪下水的方法教给他们，就能拿到400两了。对了，娘，等明天银子到手，我们就送子阳去读书，到时候得给子阳找个好先生。我们也该盖房了，这房子冬天根本没法住人。娘，你说我们是重新买地盖房子啊，还是问问村长，直接把这里买下来，然后翻盖啊？姐，我真的能去读书吗？姐，我们真的要盖新房子了吗？那我们多久才能住进去呀？李雨桐也耐心地一一回答着他们的问题，整个家里都弥漫着欢声笑语。我想着你们肯定着急用，就紧赶慢赶先做出了这2张，剩下的2张我再慢慢做。村长伯伯，这才3天不到，你们就做好2张床了，这速度可真快。让他们把床搬到卧房里，结了钱，他们就离开了。有现成的卤味，再焖个米饭，炒个青菜，一家人简简单单吃着晚饭。娘，你有没有听到院子里有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不对，娘，我出去看去。不会是死了吧？长了这么一张脸，要是死了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哎呀，现在不是犯花痴的时候，想什么呀？还好，有气。这伤看着也不严重啊，怎么还昏迷不醒呢？不会是内伤吧？看来还挺严重。雨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娘，你别怕，他应该是受伤了，所以才昏迷过去了。两人合力把他抬到屋里，放在了李子阳的床上。姐，这个大哥哥是谁？我也不认识，他应该是受伤了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，今晚就让他和你睡一个床，你别害怕。我不怕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能不能救活就看你自己了。看来灵泉水的效果不错，应该不用找大夫了，正好省了麻烦。见他没事，李雨桐便安心的来到镇上福源酒楼。这位可是李家村的李姑娘？是，你认识我？掌柜的告诉我，今日会有一位李姑娘会过来，让我在这等着。好的，多谢小哥了，我们这就去见郑掌柜吧。好，姑娘，请跟我来。伙计一路领着他来到了2楼的一个房间。掌柜的，李姑娘到了。李姑娘，你来了。郑掌柜，这是有什么喜事？自然是因为今日李姑娘来教授方法，酒楼可以开始多多赚银钱啊。当然，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，是李姑娘的喜事。我的喜事？正是。我也没想到，昨日东家竟正好来到了长平镇，于是我便把李姑娘卤味给东家送到了府上。东家尝后也很是满意，趁着她还在这里，今日下午约李姑娘来酒楼签订契约。多谢郑掌柜美言。等签完契约，姑娘也算是这福源酒楼的二东家了。郑红带李雨桐来到了酒楼后厨。昨日从李家村回来，我便立刻吩咐人去定下了鱼和猪下水，今日一早便送来了。姑娘看。好，郑掌柜准备派哪些人跟我学习处理方法呢？让他们都到院子里吧。好，我这就让安排好学习的那几人搬着这些过去了。对了，姑娘，可还需要准备其他东西？就让他们拿着菜刀，然后再取一些草木灰过来即可。草木灰，好，姑娘稍等。郑掌柜怎么也来了？您不忙吗？不忙，李姑娘，你尽管教，我就在这看着他们，谁不好好学，看我不罚他月夜。这可是他花400两银子买的呀，他可得看看到底是什么方法这么值钱。也好，郑掌柜您随意。李雨桐见人和东西都已备好，便不再耽误，开始认真教起来。先是处理鱼，他一边拿着一条鱼在前面演示，
让几人都看着跟着他的动作，一边讲解着容易忽略的处理细节和几人不懂的地方。从清理到片鱼片，再到腌制炖煮，都一一教会了。然后又教几人用草木灰反复揉搓清洗大肠，洗完后再过水煮一下便好了。这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花400两买的处理方法。郑掌柜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方法虽然简单，但如果我没有教，你们也肯定不会啊。您说是吧？郑洪才咬着牙，将事先准备好的4张100两的银票递给李雨桐。李姑娘，我看你刚才在鱼汤中还放了2种东西，这其中一种我看着像是姜，但另一种是什么？我倒是从未见过。这另一种是花椒，是我之前在山上偶然发现的。郑掌柜可以派人到别处再去寻，也可以从我这里买。来了，他又来了。这花椒如果不放，会有影响吗？郑掌柜若是不想放，自然也是可以的。不放花椒，鱼汤也并不会有腥味。总算还有点良心，不会强买。但是什么？郑掌柜昨日在我家品尝鱼汤时，有没有尝到一种特别的香味？那个香味便是来自花椒。如果不放花椒，那香味自然也不会存在。这刚刚是怎么就觉得他有良心了？没有，一点没有。那这花椒，李姑娘卖多少钱？1两银子1斤。姑娘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心脏啊，感觉不太好。郑掌柜，这花椒的价格真的不高的。我说的这是干花椒的价格，好几斤新鲜花椒晒干才能得1斤干花椒，而且我在深山里找了好久，也只得了不多。我今天带过来的花椒还有差不多半斤，就送给郑掌柜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谈好花椒的供应后，李雨桐便来到包厢，等着酒楼东家签订合作契约。这古代的人颜值都这么高的吗？昨天才刚救了一个绝美英俊的，今天就又遇到一个温润如风的，这桃花运要是放在前世，那还真是势不可挡。想必这位就是李姑娘吧？在下是这福源酒楼的东家吴子墨。李姑娘久等了，刚刚有些事耽搁了过来的时辰。无妨，吴公子客气了。李姑娘，合作契约我已经拟好了一份，你看看可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商量改动。没什么问题，写得很清晰。2人签字并按上手印，不是2份，这契约便算生效了。那我今天回去先配置几份卤料，明早来镇上时带过来，酒楼里先用着。后期郑掌柜再根据卤味销售的情况，提前告诉我需要的料，我配置好后送过来，或者郑掌柜派人去取。你们看这样行吗？好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我今天就要离开长平镇了，平日应该也很少来这里。如果关于卤味的生意有什么问题，就靠你们2位了。吴公子客气了。签好合作契约，李雨桐也算是酒楼二东家了。这个女孩每洗一次澡，皮肤就会发生一次变化。原来她穿越重生，竟自带灵泉空间，只需意念一动就能随意出入。贴上集，她的卤味方子卖了400两银子，还成了酒楼二东家。你醒了？你是谁？这是哪里？我看不见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受伤掉落在我家院子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都不记得了啊！我的头好疼。算了，想不起来就先别想了。姑娘，我现在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，可不可以先留在这里？我得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。他被追杀昏倒在他家院子之前，就已经几天没吃饭了。你饿了？你等会，我给你做些吃的。好，有劳姑娘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古代人都这么好看的吗？哎，你总得有个名字吧？你的名字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吗？想不起来。阿玉，这个名字你喜欢吗？公子如玉吗？他知道我身份。不可能，抢得到了。这个名字很好，谢谢姑娘。你不用老喊姑娘姑娘的，我叫李雨桐。好，谢谢你，雨桐。娘，他伤到了眼睛，还失忆了，让他先留在我们家，等养好伤再走。可是他身份不明。我知道娘，反正他现在眼睛也看不见，就让他一直待在屋里，等他的伤和眼睛养好了，就立马让他离开。好吧，多谢伯母收留。不用谢，你就先待在这里好好养伤吧。把水喝了，我把2个小家伙留在家里，你有什么事可以喊他们。阿玉哥哥现在眼睛不太方便，你们2个在家不要乱跑，要照顾好他，知道吗？阿玉哥哥，对，姐姐重新给他取了个名字，你们2个就在家照顾阿玉哥哥，好吗？放心吧，姐。雨桐，谢谢你，让我留下。你就待在家里，对你不利的人不知道还在不在附近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交代好家里，李雨桐和白氏收拾好东西便出发去镇上了。路上，白氏欲言又止，李雨桐看在眼里，但白氏没有开口。娘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不用憋在心里。你是不是对那个阿玉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快赶路吧，今天还有好多事情呢。李雨桐莫名其妙有些脸红，赶紧岔开话题。娘俩来到福源酒楼，还没到正午，酒楼里还没有营业。郑掌柜，我把卤料做好带来了，这是差不多半个月的量。雨桐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派人去取也可以的。我们正好也要来镇上，就一块捎过来了。对了，郑叔可知这镇上有几家书院？我想送我弟弟读书。镇上只有1家书院，不过我那里面大多都是一些富家少爷或者纨绔子弟。不过这镇上现在倒是还有2家私塾，2位夫子都已是举人。那我抽时间带子阳去这2家私塾都看看，再做选择。郑叔，你可认识建房比较厉害的人？我家里要建房，但是我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所以需要专业的人言才能做出来。有倒是有，
不过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我带你们走一趟。他姓冯，叫冯佩珊，许多大户人家都重金聘请他去建房呢。说着，三人来到一座全村百户人家共用一辆牛车，而他却拥有了全村唯一的马车。原来他是现代穿越过来的，跟恶毒奶奶分家后，靠着现代的技艺发家致富。接上集，郑掌柜带母子二人来到冯佩珊门前。哈哈哈，你这个老鬼，你是闻着味儿来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这次回来带了好酒？没想到你真的在家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这今天早上回来的，正想拿着我新得的一坛好酒去找你一起喝呢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的，这是我们酒楼刚来的二东家，他想建房子。这位夫人好，不知您是想要建什么特别的房子呢？郑洪才能带他们来找他帮忙建房，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房子了。冯师傅客气了，按我女儿说的就好。这位李姑娘才是我们新的二东家，那位夫人是她的母亲。冯佩珊有些惊讶，他刚才看到她只是一个14、15岁的小姑娘，便想当然的以为她并不是所谓的二东家，可没想到偏偏就是她。实在抱歉，李姑娘，不知姑娘想要建什么样子的房子呢？无妨，你喊我雨桐就行。老冯，还不赶紧请我们进屋说啊？难道要在这门口谈不成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雨桐丫头，你对要建的房子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建的房子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想在房子底下做一些特别的处理，我叫它地暖。地暖那是何物？有何特别之处？又作何用呢？就是地面暖和，我是想在房屋的地面下铺设一层连接厨房的烟道，但要在连接处设置一个挡板，在天气寒冷时把挡板打开，那么烧炉灶时的热烟气就会通过烟道传到房屋下面，从而使地面暖和起来，那样即使寒天，屋里也能温暖如春。妙，真是妙啊！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，想要做成功，那就要看冯叔的了。这个确实不容易做，若是真的能成功，做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。雨桐丫头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现在这个地暖实在是太特别了，他迫不及待的想去尝试。冯叔别急，我今天回去还要先跟村长商量一下买宅地的事情，等宅地办理好了，就可以开始建造了。你这个房痴着什么急？这建房开工不得先看个吉日吗？对，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稍等，我先查一下。3日后，26是个宜动工的好日子，不如就定在那天。好，就定在那日吧。那得先订一些材料送过去，最好在冬月前完工。你可以直接从村子里找人帮工，双管齐下更快一些。冯叔想的真是太周到了，就按您说的办。从冯佩珊家出来，李雨桐和白氏便与郑掌柜告别了。本来想着买辆牛车，不知怎么今天卖牛的只有零零散散几头，那些牛看着也不是很精神，但卖马的却是格外的多。娘，你看那匹马好漂亮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诸位，我知道这匹马大家都喜欢，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有几十个人想要买它了，但都没能把它给牵回去。谁能牵它走，我便30两银子卖给谁。他原本想卖60两，毕竟这么好的马，没想到这马却怎么也牵不走。前面的人都是过后，没有一个人能成功，就都离开了。最后轮到李雨桐，李雨桐悄悄将手缩进袖子里，取了些灵泉水，伸到马儿的鼻子下面。李雨桐趁机牵起他的缰绳，他竟真的跟着他走。雨桐啊，我们不是要来买牛的吗？怎么现在？娘，这么好的马才卖30两，而且马儿跑得还快，有了它，我们以后来回镇上就方便多了，1刻钟就能到。这倒也是。红马乖乖的被李雨桐牵着走，他又买了一个简单的马车鞍上，马儿配合，赶路很快，1刻钟过后，娘俩就到了李家村。这家人到底是发了什么财，居然自己买了马车了？这是发了大财了呀！你看那匹马，一看就是好马，这得多少钱才能买下来啊？明明朝夕相处数日，男人却是第一次看见女孩。原来男人是守护北境的王爷，因为战功显赫，被自己的二哥下毒追杀，受伤逃到这里，被李雨桐所救时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喝了他的灵泉水，才刚刚恢复。绝尘，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子阳、雨欣，快出来看姐姐和娘买什么回来了。哇，是马，这马好漂亮啊！雨桐，听上去是匹好马，嘶鸣声很是嘹亮。其实今天我和娘本来是想去买牛车的，可牛没挑到喜欢的，遇见了这匹马在降价出售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那说明你跟他有缘。能与绝尘重逢，让阿玉心里异常欢喜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绝尘居然会乖乖跟着李雨桐回来。他的绝尘可是从来不会跟别人走的。看来这姑娘还真是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缘分。现在家里好过了，因此每顿都吃得不差。不过几人最爱吃的，那当然就属红烧肉了。在这个小小的房子，让阿玉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吃完饭，李雨桐和白氏拿着2斤肉和2包点心来到了村长门前。伯娘好，村长伯伯在家吗？我和我娘有些事要请他帮忙。在家，你看你们来就来吧，怎么还这样客气？老头子，雨桐丫头和弟妹来了，有事找你。丫头来了呀，是剩下的2张床着急要吗？
不是的，村长伯伯，不着急的。我今天和我娘来，是想问一下村委那边的荒地是怎么卖的。我们想建房子。建房子？我们最近卖吃食赚了些钱，所以想着将房子建起来。村委那片空地能不能全部买下来？全部买下来？雨桐丫头，那片可是得有8、9亩呢。虽然都是些荒地，也要4两银子1亩。村长就按雨桐说的，那片地我们想都买下，除了建房子，剩下的地收拾出来种一些菜。那片空地有8亩地，4两银子1亩，全买下来的话就是32两。这是35两银子，您收好，多出来的1两就留给村长伯伯，请那些人喝酒了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县衙办地契。那这地契上要落谁的名字呢？就落子阳的名字吧。另一边，李家老宅的院子里，娘，他们赚了那么多钱都不知道来孝敬，自己还买了马车，还准备盖房子。你们可有什么想法？娘，不如让二弟去吧，他一直跟三弟一家的关系挺好的，我想这三弟妹和雨桐他们应该会欢迎他的。老二啊，那就听你大哥的，你去一趟吧，去了知道该说什么吧。娘，我不去。这还是李玲第一次直接拒绝张氏的话。老二，你说什么？娘，您不是都跟弟妹他们断亲了吗？你帮谁说话呢？你到底是谁的儿子？我的孙女赚大钱了，孝敬我难道不应该吗？娘，反正我不去，我还有些事要忙，先出去了。雨桐，弟妹在家吗？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弟妹，我来是跟你说一声，娘他们听说你们家买马车买地的事情了，知道你们发了财，可能会想办法来找你们，你们赶紧先想想到时候要怎么办。二伯怎么知道奶奶他们要来找我们麻烦？是你奶奶听了你大伯的主意，想让我来劝说你们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我借口出来后，他们还在商议，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做，你们自己小心些吧，提前想想应对之策。二伯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二伯留下吃顿饭吧。不呢，饭我就不吃了，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多谢二哥了。早上天才刚蒙亮，他就醒了，而且感觉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。我能看见了，难道我的毒解了？这5毒天水，想解此毒，需要凑齐多种稀有草药制成解药，由范海帮独门解毒功法才能解。而如今这世上，只有现任范海帮帮主徐玉素会此功法。正因如此，他那个好二哥才会用此毒来对付他，目的就是让他再无生还的可能。他试着开始用功，直到他一将桌上的碗举起，都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可这毒到底是怎么解的呢？这2天在这里，他记得并没有食用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除了他的眼神落在刚刚举起的碗上。应该就是那个水了。没想到一个乡间的小农女竟会有如此奇药。来到院子里，第一眼他就看到了绝尘。绝尘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你的眼睛能看见了，能看到吗？李雨桐突然的靠近，让他的神经一下紧绷，心脏咚咚咚的快速跳动着。他都怕这样大的声音会被眼前的姑娘听到，尴尬的脸一点点变红。你的脸怎么突然这么红？是发烧了吗？糟糕了，忘记古人奉承男女授受不亲了，他们的距离意识还是比较深的。他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随便的女子吧？那个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是怕你的伤有反复，还以为你发烧了，所以才……没有，我没有误会你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离女子这样近，所以刚刚只是下意识的动作。你的眼睛能看见了，还要多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救了我，恐怕我早就没命了。那你的记忆应该也恢复了吧？阿玉听到他的问题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思虑了良久，还是觉得应该向他坦白。是，其实我没有失忆，我当时只是怕你不愿让我留下，是我骗了你。骗我？那你现在老实说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人？欧阳文玉，这是我的名字。抱歉，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这么多，说太多我怕会给你们带来灾祸，我不想骗你，所以请你相信我，等以后时机成熟时，我一定告诉你关于我所有的事情。不知怎么，他就是觉得李雨桐好像很重要。我才不好奇你所有的事情，咱俩又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说拉倒。哼！欧阳文玉尴尬的笑了笑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。既然你叫欧阳文玉，那以后就还是叫你阿玉吧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有，挺好，阿玉这个名字挺好。既然你眼睛好了，也就不必有人照看了，你自便吧，我去忙了。欧阳文玉也紧跟在他。女孩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未婚夫，就将他吓唬的不敢再娶她。原来女孩是被恶毒奶奶2两银子卖给他做小妾的，原主不从，便跳河嘎了。李雨桐也是从那时穿越过来的，接上急，买马车，买地准备建房，被恶毒奶奶得知。公子就是这叔叔里的夫子吧？我是带舍弟来求学的，不知这里是否还招收学子？如果姑娘愿意将舍弟送来这里读书，自是可以。不过姑娘也看到了，我这里的学生并不多。之前因为家里的原因，导致舍弟直到现在才能读书，因此想让他尽快入学开蒙。不知这束修是多少？束修是1年10两，不过书籍和笔墨纸砚这些都要自己准备。子阳，来，快来见过夫子。学生李子阳见过温夫子。好，认真读书就好。是，
夫子放心，学生记下了。不知都要准备什么书籍，何时能入学？明天一早就过来吧。至于书籍，舍弟还未开蒙的话，就先准备最基本的千字文。多谢夫子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明日一早再送舍弟过来。好，慢走。姐弟俩离开私塾后，寻找着卖书和笔墨纸砚的店铺，可没想到却迎面碰上了曹红叶。李姑娘，这么巧？乔，你是？李姑娘，我是曹红叶啊，咱俩还有婚约呢，你忘了？下个月初8我可就要去迎娶你了，你到那天可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哈，等着我去接你。原来他就是曹红叶，就是他害得原主跳河自尽，现在居然还敢来找他，不教训一下都对不起他。原来是曹少爷啊！不过我们的婚约不是取消了吗？李姑娘，我知道你跟你奶奶他们已经断亲了，但这并不耽误我们俩的关系，不是吗？曹少爷，既然已经没有婚约了，我怎么还能嫁给你呢？我可不是随便的女子啊！谁说没有婚约了？我们的婚约还在啊！曹少爷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不如曹少爷先去那边那个偏僻的巷子里等我，待我把舍弟送到马车上，就过去找你，可好？哦，好，我这就去那儿等着你，你快点来啊！他肯定会欺负你的，姐你别去。你忘了，姐姐可是有那个空间的，我躲在里面，他看不到我的。今天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再来说娶我。他借助空间慢慢走到曹红叶身边，出了空间，朝着曹红叶的方向捏着嗓子凄厉地喊了一声：“曹老！”谁？曹老！再一次听到声音，却还是没找到人。这下曹红叶开始有些慌了。谁？别在那儿装神弄鬼，赶紧给本少爷出来！曹老，是我啊，你把我忘了吗？谁？你不是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吗？怎么又要那别人进门了呢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不要来找我啊！你是我的夫君啊，你怎么能喜欢上别人呢？你来陪我好不好啊？别，我没有喜欢别人啊！李雨桐悄悄来到他的身边，一脚把他踢飞出去好几米远，又赶紧躲回空间。你骗我，你就是喜欢上别人，想娶别人。我不娶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曹老，你可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你骗我可是会受到惩罚的呀。我不骗你，真的不娶了。雨桐见目的已达到，他从空间里出来。曹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来，我扶您起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起来。哎，曹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怎么走了？曹红叶走了，姐弟便二人驾着马车回家了。刚走到家门口，便听到前面有吵闹声。一进门，他便看到张氏坐在地上哭嚎，李石也在后面站着。张氏看到李雨桐回来了，瞬间嚎得更起劲了。哎呀，没法活了，亲孙女赚大钱了，都不孝敬奶奶啊！老天爷早知道就不该辛辛苦苦养大她，白眼狼啊！是你养大的吗？我爹和我娘赚的哪一分钱没有进你的口袋？这么多年，你跟大伯一家吃的是什么？我们一家吃的又是什么？没被饿死都是我们命大。怎么，你是想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好好说道吗？张氏听了李雨桐的话，有些心虚，低着头，眼珠滴溜溜乱转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便把脏水往白氏身上泼。老三呐，这就是你求着我非要娶进家门的媳妇啊！你这才刚死，他就在外面找野男人，真是不知廉耻，家门不幸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能如此捏造事实来毁我清白？是谁要捏造事实毁人清白？这可是诬陷罪，一经查实，可是要跪祠堂挨板子的。村长刚从县里回来，就听说这里出事了，就匆匆过来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村里人可都看到了，被马车送回来好几次呢。那是福源酒楼的郑掌柜派人送我们回来的。村长，你听见了吧？他都自己承认了。张氏，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误人清白？难道你真想跪在祠堂里尝尝挨板子的滋味？雨桐跟酒楼有合作，可是东家亲自跟他签了契约的，他现在也算是那福源酒楼的二东家。郑掌柜派马车送他们一家回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合作怎么可能？福源酒楼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？张氏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是不知悔改！村长，还请您看在我娘氏初犯，而且是听信了别人谣言的份上，饶过他这一次吧。他年纪这么大了，可是受不住板子啊。村长其实也就是吓唬张氏，如果真打出什么事儿来，还真不好办。饶过他这次可以，但绝对不能再有下次，你最好好好告诫他，如若不然，谁求情都没用。好，多谢村长。等着，早晚得把银子弄到手。张氏和李石离开后，院门口围观的村民见没有热闹看了，也都相继离开了。地契已经办好了，你小心收好，以后这村委的这片地就都是属于你们了。白氏接过，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对了，你们打算何时动工建房啊？可需要人手？村长伯伯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要建的东西有些特殊，所以到时候会有一支专业建房的队伍过来做。村长听到他说已经找了建房队伍，有些失望。我后天一定过来参加你们的开工仪式。那就多谢村长伯伯了。不过虽然我找了专业的建房队伍，这建围墙很简单，我们打算在村里请一些人来帮工，一天20文钱，中午管一顿饭，这
这选人的事就要麻烦村长伯伯了。村长刚刚还沉浸在失落的情绪当中，可没想到李雨桐接下来的话就令他兴奋无比，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，1天20文还管一顿饭，这是在镇上做工都没有的好待遇啊！当然可以了，丫头，你这可是帮了我和村里人的大忙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找踏踏实实干活的人。好，那就有劳村长伯伯了，到时候就由您帮着记录村民的上工情况和工钱发放，当然您自己也可以做工，我会每天额外给您5文钱作为帮忙的酬劳。丫头，这忙我一定帮，不用额外给我银钱的，只要在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帮村民们就好。我没有丫头这么厉害，带领村民们过好日子，希望丫头可以稍稍帮帮他们。村长伯伯您放心，我会尽力的，我确实有一些想法。李雨桐想过了，只有他家富起来，难免会被村里人眼红，得帮大家都赚上钱。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去好好盘算盘算，让哪些人来做工。多谢村长了，您慢走。伯母，雨桐，你们没事吧？以后再有事，还是让我在外面帮你们吧。不行，他们本就想拿捏住我们，从而向我们要银钱。今日就是因为把柄没抓到，所以才不得不离开。雨桐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让人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在家，自然是不好。可如果不是陌生人呢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是以你未婚夫婿的身份在这里，那便不会有人胡说八道，而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保护你们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未？男人第一次看见女孩，便要入赘。要知道，男人可是镇北的王爷，而女孩只是一个有着婚约的农家小女。原来他被人下毒追杀，是女孩救了他，还治好了他的眼睛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男人便对她一见钟情。接上集，恶毒奶奶上门闹事，阿玉为了方便保护他们，便提出想要娶了李雨桐。对不起，雨桐，撞疼你了吧？我没事，你为什么想要跟别人说你是我的未婚夫婿？我是想着，今天你奶奶和大伯走的时候肯定不甘心，难免还会想办法来找你们的麻烦。还有那些帮着他们说话的村民，也很有可能会对你们不利。家里只有你们几个，子阳也还小，我想有个身份，便于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保护你们。如果你是因为我们救了你而于心不忍，想报恩，那大可不必，我能保护好我的家人。是，我知道，未来你肯定有能力保护好家人，可你也知道，你现在有好多事需要做，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顾及到家里所有人，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着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确实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，可我也不需要你为了报恩来假装我的未婚夫婿。你早晚有一天要离开，到那时谎言揭破，我还是一样得自己一个人撑下来，所以现在这样做没有必要。谁说我是要假装你的未婚夫婿了？我是真的要跟你定亲。李雨桐听见他是真的要定亲，有一瞬心跳好像漏了一拍，但很快他又平静下来。哼，怎么为了报恩以身相许？那我更不需要。我也以为我对你只有浓浓的感情，可直到我那日第一眼看到你，你就那么毫无预兆地撞进了我的心里。我一直不相信那所谓的什么爱情，更不要说一见钟情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是从不让女子近身的，可你的出现好像打破了我心里的执念，我就觉得你是那样的特别，那样的美好。你走后的整个上午，我脑海中好像都是你的影子。在那个老太婆对你说出那样恶毒的话时，我甚至想直接去撕烂她的嘴。这是什么？表白？还说我是为了报恩假装你的未婚夫婿吗？李雨桐赶紧摇摇头。听明白我的话了吗？李雨桐赶紧点点头。那你愿意跟我定亲，让我做你的未婚夫婿吗？李雨桐刚点了2下头，又马上摇头。你这又点头又摇头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愿不愿意啊？李雨桐哑巴了半天，终于开口。点头意思是愿意，摇头意思是不答应。啊？那你的意思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呆子，我不都说了愿意吗？欧阳文玉还是没明白，又继续追问。可你还说了不答应，那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就只表白了一次，就想让我既同意跟你在一起，又答应跟你定亲啊？那也太便宜你了吧，本姑娘太亏了。哼！欧阳文玉这下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哦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说完便拉起他的手往山下跑。回到家，来到白氏面前，李雨桐见白氏抬头打量着他们，视线一路向下，看到了他们牵着的手。李雨桐立刻将手从欧阳文玉的手掌中抽出来，还有些酥酥麻麻的。伯母，我想跟雨桐定亲。什么？定亲？你答应了？李雨桐触碰到白氏的目光，立马低下了头，也不说话，脸还有些微红。你跟我进屋，你不要因为他说能保护我们，就委屈自己答应他。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，一定要找到那个真心对你的人。怎么现在又这样草率决定？娘不想让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去牺牲掉自己的一辈子。娘，我没有牺牲自己，也没有委屈自己。阿玉是真的喜欢我的，而我对她也有好感。女儿啊，我看那个阿玉可不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你看她那一身的气势。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看出来了。我们连她的身世都不知道，娘如何放心把你交给她？关于她的身世，她跟我说过一些。她的名字叫欧阳文玉，确实不是普通出身，但她的身份，她说现在不方便告诉我，怕给我们带来灾祸。等时机成熟了，她会全部都告诉我。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明身份？会有什么灾祸？不会是借口吧？不行，我得好好问问他。娘，你别问了，我相信他。既然他有难言之隐，我想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等时候到了，他自然会说的。不行，这我怎么能放心？你别管。欧阳文玉见白氏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，心里很是紧张，他立刻挺直身子，站在原地乖乖等着他们过来。听我女儿说，关于你的身世和身份，你有难言之隐，不能告诉我们，连基本的身份和身世都不能告知，让我如何能相信你？如何放心把女儿交给你？
伯母，身份之事现在确实不方便说，我的身边现在还是危机四伏，我不想让雨桐过早的卷入其中，给他带来危险。这是我母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一件衣物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贴身带着，现在就把它当做我的聘礼，希望伯母成全。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你的母亲虽然过世了，但父亲尚在，你的婚事不用过问他吗？不用，他在我娘亲临死之前答应过他，我的婚事由我自己做主。如果伯母还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入赘，以后和雨桐一起照顾您和弟弟妹妹。你真的愿意入赘？我愿意，只要伯母能同意我的。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李雨桐这时虽然面上依然镇定，但心里早已感动得稀里哗啦。他没想到自己意外穿到了这里，竟还能遇见一个这样的伴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同意了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我的女儿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好，您放心，岳母。娘，菜我们买回来了，不过天婶说这是最后一茬了，再往后只能等1个月后的白菜和萝卜收成了。娘，你们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娘，这是哪里来的玉佩？好漂亮啊！这是你姐夫给你姐姐的聘礼，你自己收好。李雨桐听着白氏的话，拿着玉佩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而欧阳文玉此时只知道看着他傻笑了。娘，什么姐夫啊？哪里来的姐夫？以后阿玉哥哥就是你们的姐夫了，你姐姐马上就要跟他定亲了。哎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找人看个好日子才是，这个可不能马虎。李雨桐听白氏要找人看定亲日子，刚开始还有些害羞，可转而又想到些什么。娘，找日子还是先不着急吧。怎么了？白氏还以为女儿对于刚才的事反悔了。欧阳文玉的笑容也僵在脸上，转而有些担心地看着李雨桐。雨桐，你不会是……哎呀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想问娘，爹他毕竟才刚走不久，我们现在就定亲是不是不太好？爹他……娘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爹肯定希望看到你能安稳幸福，你奶奶他们到现在都还不消停，我怕他以后还会再拿你的婚事做文章。所以你既然已经决定了未来陪你一起走下去的人，那就干脆早点定亲，也好让你奶奶他们在这事儿上死心。而且正好对外就说阿玉是你爹生前给你定下的亲事，因为你爹生前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愿意入赘我们家，代替你爹照顾我们这个家。娘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啊？我好饿呀！你听，我的肚子都开始叫了。